那一个月里面呢，好，我算了一下哈，我们6月3号。6月17号啊，我们要再上2次课，然后就是6月24号，期末考，应该不用加课了，因为剩下第7章应该还没课。这是第一个要跟同学讲的哈。第二个呢是。那你们考完就放暑假啦，对不对？好，第二个呢是下礼拜2哈，下礼拜2有一个唯一导生会议哦，好，请同学，在0412啊，好，你的导师都会来哦，好，所以请那个大家要准时参加。我已经提过了，我们这次的唯一导生会是，找了大2、大3、大4的学长姐，帮同学做一些学习心得分享。好，那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你们，好，就比如说他过去在大1的过程，大2的过程，啊，就是在过去他在大2、大3、大4的学姐在大1的时候。好，他有什么事他觉得应该同学是好好要去，在你们这个时间去想的去做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也可以跟因为导师也会来嘛，哈，12个导师都会来，所以导师来的时候也可以跟导师聊一下，比如说，老师们都有蛮多丰富的经验哈，因为其实你们。碰到导师的机会不多嘛，除了比如说有大1有上过课的3、4个老师，其他的老师你们都没有机会遇到嘛，哦，所以也许有一些满腹委屈想要跟导师讲的，或者是说有一些问题哈，有一些未来要怎么来走啦，哈，虽然说最近应该导生剧蛮多的哈。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没办法针对1年级的同学来讨论，所以学系就在去年上学期就想到说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办是最好的，所以就做了这个事哈，所以请同学务必同学要来参加哈，好像不晓得这次有没有点心我不知道。好，那个第3个就是说，我还是要鼓励同学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去完成我们老师就是课业上的一些要求。因为你们暑假要干嘛？获得 ATP 吗？啊，玩。有些同学跟我讲说，老师我要休息。因为1年级太超了，那2年级一定比1年级超吗？我也不知道。但是重点是，大概只有1年级的暑假哈，是一个可以休息的时间，也可以去想一想自己这1年到底是怎么过的，对不对？像我也不晓得我8月到现在是怎么过的，每天都非常忙。那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哈，让同学去想。那2年级之后呢，像这个3年级升4年级的同学，现在很多一半都在实验室。那也有2升3的同学，有很多人去外面实习，暑期的实习。好，那所以说其实大概只有1年级的暑假会比较多空档。那空档也许有同学有帮忙做微营啊，哈，高中生微营不知道办得成办不成。因为人数还不够，你们有没有学弟妹要来高中生微营的？好，那个来体验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有些同学要帮忙大1的迎新哦，对不对？
那有些同学系学会在帮忙其他的事情呢，哈。那这边系办公室，因为我是在系办公室有一个工作，好，很希望同学来参与，哈。就是我们学系要拍摄一个不是宣导短片的，是宣传影片，因为每个系都有拍啊，然后我们系的网页好像也要在我好像算一下时间，新网页要在6月20几号要上站，新的伺服器都买好，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除了需要一个很漂亮的代表学系精神的一个标章之外，另外我们也希望要有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可以介绍学系。那介绍学系有2种嘛，一种就是给一般的人士看，那另外一种就是给高中生看，对不对？角度不同。那如果同学有兴趣的时候呢，就可以去系办报。好，那系办会去筛选你的状况。好，他的奖学金很优渥，但是要在这几天确认。你要去找系秘书，不是我跟我报名的、啊，好像有4位数吧，还蛮多的。工读金啊，还蛮多的，所以那个要有心的同学可以去做，但是它势必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因为他可能要访问每个老师，他可能要去实验室拍摄一些实验过程的东西，那也可以因此去了解我们学系的一些设备啦，还有一些老师啊，还有一些东西其实也蛮好玩的。所以比较适合低年级同学来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些高年级的同学，他们可能要忙着考试或者别的东西。那以你们来说，我是觉得你们比较适合，但是系办好像还会给你们一些训练，但是好像在5月底前决定的样子，据我所知。好，所以这几天如果同学有兴趣，可以去报名。报名不是说一定会上不要说是我介绍的就一定上，不是，是大家都有机会去报名因为我的资料已经传给2年级、3年级、4年级的同学，所以有可能秘书最后会做一个决定，但是基本上需要有长时间的这个，因为要上字幕嘛，要拍嘛，要弄成很唯美嘛，有没有？你总不能拍一个老师老师身上的皱纹你又给我拍到，对不对？你总要弄个苹果光啦、美拍啦、RG， 对不对？弄得好像不是我啦，就是说有些老师角度什么的那做出来的作品呢，就会一直挂在我们新的系网上。那你可以写说是你自己谁设计的，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那也是刚好有一些经费给同学做一点新的发挥。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同学赶快去系办，系办在哪？系办在哪？问我就扣分了。系办在哪？非常欢迎同学去报名这样暑假就有工作可以做了。好，那我们今天应该把这边讲完就可以下课了那再来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菌的这个叶绿素呢，刚好是说是在这个位置嘛细胞膜的内侧。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光化学反应、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反应呢，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课本的图这个藻类或者是藻类里面呢，它有特别提到它有这个叶绿体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叶绿丙，对不对？然后它上面有这个它的器官这个你们在普生都已经讲过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最重要的一个单元就是这个东西叫，这当中文怎么讲？
我真的不会讲。好，这个结构哈，这个结构各位可以发现，这个是它叶绿体的基本的结构啦。这个单字哈是从那个我们说那个标准智慧网站查出来的。那各位可以发现说，它有一个 head 就是一个头，然后有一个尾巴，所以它吸收光的区域就是这个课本画的这个区域。那它组成了这个上面的东西，然后一叠一叠叠上去，这是一般的藻类的这个部分。好，那当然了，其他的生物也算哈。那对我们这个叶绿体，就是我们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反应的部分呢，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这个类囊体哈，它是像这个课本的这个示意图哈。那这个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 PS2，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PS1 哈。那各位还有印象吗？光进来之后呢，它会在这个膜上做类似于我们能量取得的一个反应。同样的道理哈，它也是这个得到了氧气，得到质子，然后把电子呢丢出来，一直传的时候呢，会从 PS2 传到这个红色的，再传到紫色的，然后再经过 PS1， 最后呢就会有大量的质子产生。当它有大量的质子产生的时候呢，又通过一个我们的 ATP 的生成酶，然后呢就会取得大量的 ATP。所以它的原理跟想法，同学我们这边也复习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比较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课本的这个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 cycle 循环型的。什么叫循环型？同学注意看这个右下角这个图它就是走这个图，对不起，非循环型的，非循环型的这边，它就是走。刚刚老师讲了 PS2 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再经过 PS1， 然后再经过电子传递，然后去取得 ATP， 对吧？就这个这个有没有 PS2， 然后再通过到 PS1， 对不对？然后最后再经过了大量的这边有一个电子，这边有个电子传递，最后取得 ATP。好，所以这个是老师帮你补充的所以这个叫做非循环型的光合反应。好，那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简图就告诉大家说，你的光一直照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取得的能量到这边会取得最多这是一种。来看一下，这次有声音吧？ In plants, photosynthesis occurs in specialized organelles called chloroplasts. The internal membranes of chloroplasts are organized into sacs called thylakoids. Surrounding the thylakoid membrane system is a semi-liquid substance called stroma. Photosynthetic pigments are clustered together to form photosystems. When a photon of light strikes the reaction center of photosystem 2, it excites an electron. Two water molecules bind to an enzyme at the reaction center. This enzyme splits the water and uses the electrons from the water to replace the electrons removed from the reaction center. Oxygen is produced in this process. The primary electron acceptor for the light-energized electrons leaving photosystem 2 is plastoquinone. The reduced plastoquinone passes the excited electrons to a proton pump embedded in the membrane, called the B6F complex. Arrival of the energetic electrons causes the B6F complex to pump protons from the stroma into the thylakoid space, thereby generating a proton gradient across the membrane. Because the thylakoid membrane is impermeable to protons, the protons in the stroma must pass through the channels provided by ATP synthase. As protons pass through, ADP is phosphorylated to ATP and released into the stroma. This process for making ATP is referred to as photophosphorylation. When photosystem 1 absorbs a photon of light,
Its reaction center passes high-energy electrons to ferredoxin. The enzyme NADP reductase then transfers the electrons to NADP to form NADPH. Electrons lost from photosystem 1 are replaced by electrons generated from photosystem 2. A small protein called plastocyanin, PC, then carries the electrons from the B6F complex to photosystem 1. 好，各位可以看到啊，前段是 PS2 嘛，哈，后段是 PS1，它的辅酶呢不一样，后面是铁的哈，它会得到的是 NADPH。好，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藻类跟植物大概都走这样 PS2 接 PS1 的情形。这一种呢，在老师的这一张投影片上，我们就称为非循环型，就是这一种。好，就这边一直往上。好，但是有一种哈是循环型，在课本里面有提到哈。我们先跳一下。好，这一种哈，同学画起来哈。这种循环型的呢，在这个节中，绿色跟紫色流菌，好，这个绿色跟紫色流菌，好，它呢，它会走的是，刚刚老师说了嘛，植物、藻类跟甚至蓝粒细菌，它都会同时走 PS2 跟 PS1。这个绿色跟紫色流菌呢，它基本上是走第一型，就是只有走 PS1。好，也就是说它是循环型。这个过程中，它所取得的 ATP 的量又变低了，好，就比较低，不像是一般的光合作用反应。那这一种呢，通常叫做 photolithotrope， 还有印象吗？这是什么菌 ？photolithotrope 是什么菌？光合什么菌？啊？忘了，它用的是硫化氢或是氢气哈，还有就可以作为它的电子的接受哈。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哈，我看就是这一段，它只有这一段。好，那以这个我们课本这边来说，它就是走这样子上去，光照了之后走上去之后，直接因为它就高能的嘛哈，它就直接从这边一个滑梯下来去取得能量。这一种呢就叫做 non-cyclic phosphorylation 哈，就是所谓的这个非循环型的。好，再来左边讲完了，再看右边，右边是暗反应哈。那暗反应的部分呢，各位就都知道是走叫做 Clavin cycle 的哦。那这个 Clavin cycle 呢，基本上我们再看一下哈，它分成，这也是复习哦哈，在你们课本的第249页，对不对？好，那这也是复习，我们看几个关键点哈。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一个有分3期，好，一个是碳固定嘛哈，另外一个是还原跟组合，哈，组成新的东西。第3个是 RUBP 这个关键物质的生成，啊，这3点。那老师要给你们看的也是对碳的变化就可以了哈。那各位可以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 CO2 进来的时候，它会先形成一个无碳的 RUBP 进到这个 cycle 哈，然后就变6碳，6碳完了再分成3碳。3碳的时候呢，它用的能量，好，再变成 PGA 嘛哈，再用成能量之后变成 BPG 哈 ，BPG。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再用第2次的能量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它会合成 fructose 的代谢产物一部分哈，会形成 fructose 的代谢产物，另外一部分呢就回去，好回去。当然这边箭头有很多，对不对？你们的生化课的时候，这个箭头就会要挤了，这边没有，
这个3碳回来之后呢，再消耗一个 ATP 之后，再回到5碳。那这个过程是没有光的，所以它就称为这个暗反应的部分。好，所以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 cycle 哈，这个 cycle 里面呢，有一只虫好像很想要我的投影片，一直跑过来。那个这边哈，各位可以发现哈，我们这个用掉的 ATP 哈，这里有写哈，在这个这个 cycle 这边，这是在这个地方哈。那它用掉了多少个 ATP？ 我们这边有写，这边有用掉6个，这边用掉了6个 NADH。好，然后呢，这边也用掉了3个。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呢，最后变成是老师说了，它是 fructose 的代谢产物。好，所以它的关键就是这几个碳素的变化，那关键的步骤，好，关键步骤这边有中文，好，就是那个 RU 什么，这就是这个RUBP 的这个生成的步骤点，好，它是合成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呢那个这个循环的这个部分。In bacterial photosynthesis, a single photosystem is involved. When an electron is energized by absorption of light, it is ejected from the photosystem reaction center. The electron then passes down through an electron transport system and finally back to the reaction center. 这是循环性的。The energy released during this electron transport is used to produce ATP. 绿色跟紫 Since 色 the 流去。 excited electron returns to the reaction center, this mechanism for making ATP is called cyclic photophosphorylation. No reducing power needed for biosynthesis is generated in this process. Plants and cyanobacteria utilize 2 photosystems which work sequentially to produce both energy and reducing power. First, a photon of light ejects a high-energy electron from photosystem 2. The electron lost from photosystem 2 does not return to photosystem 2, but is replaced by an electron generated from the enzymatic splitting of water and the release of oxygen. The electron then travels from the excited reaction center of photosystem 2 down an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and finally to the reaction center of photosystem 1. This electron transport system generates a proton motive force that is used to produce ATP. Since the excited electron does not return to photosystem 2, this mechanism for making ATP is called non-cyclic photophosphorylation. When photosystem 1 absorbs a photon of light, it ejects a high-energy electron, which is used to drive the formation of reducing power in the form of NADPH. The ejected electron is replaced by an electron from photosystem 2. 好，所以如果我要取得在细菌中的比较重要的这个，我们会建议是这个辅酶比这个前面的还要重要，因为有些菌是它没有这前面的这个辅酶，就没有这个系统，是后面这个系统更重要。好。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说，它是利用光谱这样子的这个能量的部分哈。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学过吗？这边吸收的光跟这边一样吗？不一样是什么？吸收多少波长的？在247页的课本中有特别提到，第4行。跟第5行，700跟什么？一个是大于680，一个小于680。好，所以这边同学要把它记下来。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影片，这个其实你们都有，你们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教学网站里面都有。好，我们来看那个暗 The 白。 Kelvin cycle
is a series of reactions that results in conversion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organic molecules needed to build new cells. It occurs in the stroma, which is the area of the chloroplast surrounding the thylakoid membrane. During the Calvin cycle, carbon dioxide, CO2, is added to a 5-carbon molecule called RuBP. The resulting 6-carbon molecule is unstable and quickly splits into 2 3-carbon molecules called 3-phosphoglycerate. Using energy from ATP and reducing power from NADPH, which are products of the light reactions, the pair of 3-phosphoglycerates move through a series of reactions and are converted into 2 molecules of 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When several of these 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molecules have been produced, some combine to make glucose, while others are reused in the Calvin cycle. To generate an entire new glucose molecule, the cycle has to turn several times, because each turn of the cycle adds only 1 carbon atom from each molecule of carbon dioxide.看一下这个老师帮大家整理的这应该是从别的，这不是我们的课本啊，好，给同学的这个整理哈，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原真核哈，藻类跟植物呢，它走的是这一个部分，好，它用的氧气、叶绿素，然后它的类囊体耗氧。细菌就不一样，你看细菌它这里有写哈 ，Cyanobacteria 是很类似的，几乎是蓝绿细菌跟它的光合反应呢是跟藻类是相同的。你看右边老师刚刚讲的2种非循环那个循环型的，一个是绿色，应该是绿瘤菌啊哈，一个是紫瘤菌，它呢所使用的物体就是硫化物。所以你去看那个很多，当然不是台湾的，在很多那个温泉，或是这个火山爆发的旁边，它通常有一些怪怪的颜色的菌会披在那个土上，那种菌大概都是，因为它会有那硫磺嘛，所以它通常就会有硫化氢的这个部分，然后它走的是无氧。然后这里有写叶绿素 AB， 然后 chromosome 而已，在合成跟光合作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是厌氧，厌氧也会做光合作用，这是第一次你可以了解细菌它的不同。好，这是第6章那我稍微再讲一下第7章的前面一个表就好。不是第7章，11章。好，同学看一下322页哈。这个第11章呢叫做那个微生物的控制。各位，我有讲过2点哈。你的微生物呢，你要你2种都要会哈。一种是它怎么样利用代谢、利用合成去产生你要的东西，这是第一种。反过来呢是哪一种？你不要的细菌呢？你不要的一些细菌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疾病呢？这时候你要走 C， Chapter C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章节，利用物理跟化学的方法，想办法把微生物给去掉。这一章节跟前面的实验很有关系，为什么？你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如果不幸被污染了，你的实验就做不出来。实验做不出来，不是只有重做，重做在你上课的时候是重做，你的研究就做不出来。所以对这个一个微生物的同学，学微生物的同学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了解用什么方法可以控制微生物。好，举一个例子哈，同学给同学看一个东西，这课本你们如果没有带课本的，你们可以翻译跟别人看一下。同学看336页右边那个是什么东西？336页表11.5的中间右边有一支牙刷，对不对？这是在干嘛？暑假去韩国的可以找一下，这是韩国人发明的。这是什么东西？牙刷上怎样？有菌嘛？所以约会前要刷牙之外，这支牙刷也要干嘛？杀菌。所以它的这个牙刷盒上外面加了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紫外光。这样子你刷牙会刷得更干净，也不会把菌传染给另外一个人，是这意思？我不知道哈。但是重点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控制。有没有人想过，这牙刷上的菌有很多？哦，真的很多哦。那每一个人的口腔的菌多少有点不同，所以他用杀菌控制的方法。好，搬到前面，我们来看一下11.1这个图表就好。好，那这整个这个有分成红色、绿色跟蓝色，对不对？好，我要同学记得一件事，你要读这一章的时候，不要只有用背的杀菌几度啦，什么东西啊？老师要你知道的是，你用了这个杀菌技术，它可以破坏微生物的哪个结构，或是哪个机制，导致它没有办法存活下来。再讲一遍，你要了解的是，不是只有背比如说干热灭菌、湿热灭菌几度，那个你们下学期就要做了。重点是你要知道，我利用了这个技术可以破坏微生物的哪个结构。比如说有些加热就会破坏它的酶嘛、酵素嘛，对不对？或者是我可以怎样？我可以因此影响到它的代谢机制或是什么机制，而导致它没有办法 survive。这个才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第11章要在结构后面讲？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不论是细胞壁、阴性细胞、阳性细胞的细胞结构，还有我们的什么周质空间什么东西的话，你读起来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就是因为有那个细致的感觉哈。你前面读了那些结构都会了之后，你现在只要了解说，我现在在杀菌的时候，我是在控制它哪个部位，控制它哪个部位。好，我看一下红色的，先把这几个记一下哈。红色的就是物理的方法嘛哈。好，物理的方法第一个最常用的，你们在实验室最常用的是加热。加热分两种，一种是 dry， 一种是 moist。dry 是什么？干热灭菌。moist 就是湿热灭菌。干热灭菌效果比较好还是湿热？不一定啊，取决于你的设备。比如说 dry 里面有两个，一个叫 incineration 是什么意思？焚化，完全烧掉，像医疗废弃物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好 ，dry oven 就是干热灭菌了。好，第二个呢是 moist， 就是湿热灭菌。湿热灭菌就是在一定的温度压力之下，它的效果通常是比较好，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湿热灭菌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湿热灭菌，所以这个要看场合。所以如果 steam under pressure 就是湿热灭菌的一种。第二种呢是怎样？直接怎样 ？boiling water 是什么？对啊，就煮沸哈。第三咖蛙的下面有一个单字都要记，叫做 pasteurization。有没有看到这字很熟悉？巴斯德都跑来了，巴斯德跑来干嘛？因为它跟我们的低温控制灭菌太有关系。
有没有人把牛奶加热的100度？没有啊，加热过的100度的牛奶能喝吗？哦，不能喝，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这个风味尽失，红酒也是一样。所以巴斯德他做了一个低温控制，现在的红酒还有牛奶，好，就你们喝的牛奶都是用这种方法的原理去做的。Pasteurization 巴斯德灭菌法。第二种叫做 radiation， 就是辐射。好，比如说很多塑胶的管子，无菌试管跟离心管，常常使用 radiation 的方法，像伽马射线，还有这边写的游离辐射就是 ionization 的 radiation， 就是 X 射线。你大概不太可能用 X 射线的还有用这个伽马射线比较多，还有阳离子的。好，右边的是 UV， 刚才老师说的牙刷盒，还有你们家有没有帮忙洗碗啊？洗碗完会把碗放在哪里？你们家有的家里有一种什么烘碗机？烘碗机有 UV 光的有没有？你们都不洗碗了是吧？都用免洗筷是吧？好，第二种，这个我们下面就会再继续讲第二种呢是 mechanical 的 remove method， 就是所谓的机械移除法这一种其实也是物理方法的一种啦，最常见的就是 filtration， 就是过滤的。那过滤的话呢，用空气过滤，那大部分都是液态的过滤。所以当它没有办法用热去把你的有些药品没有加热，有些那个药品没有办法用湿热灭菌，也没有办法干热灭菌，不能用温度，那它就会用 filtration 的方法过滤。那过滤要怎么样才能够过掉微生物呢？同学，你们以前过滤都是过掉大颗粒的物质，有没有办法过掉微生物？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甚至可以把这个病毒都留下来的。第三种蓝色，蓝色的同学就每天在用了，从早上开始 ，chemical agent 就是什么？化学的药剂，化学药剂你可以用气体的，像以前那个希特勒在杀犹太人一样，全部都赶到一个房间里面，打开什么气体，就全都挂了。所以微生物也是可以用气体的去消毒，但是气体消毒的机会不多，对我们来说，液态的比较需要，那液态的药剂呢就一大堆啦，对不对？你们的漱口水有没有用？有啊，漱口水就是有杀菌的效果，那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不同程度的，不同程度。好，这样讲，3种颜色 OK 了好，再来往下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黑色体 sterilization？ 有没有看到那个每一个项目的下面最后一个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另外有一个叫做灰色的东西，另外有一个是白色的框框，你看到吗？那是什么意思？杀菌程度不同。名词解释 ，sterilization 是什么意思？灭菌。灭是什么意思？完全不能有菌。比如说一个护士小姐，你要打针前，然后她拿着酒精说：“同学，我先帮你灭菌一下。”那你千万不要答应，因为她灭菌的时候就是要拿干热灭菌帮你灭了，不是只有酒精。所以 sterilization 的意思是什么？是比如说，它要让你的皮肤或者你的表面或者你的那个器具里面全部都没有微生物全部都没有微生物，这一种就是灭菌。好，那第二种呢？你说老师，我用巴斯德灭菌法没有办法灭菌，对，那它叫做什么 ？disinfection 是什么？消毒。消毒的意思呢，就是控制一部分的菌，通常是致病性的细菌，不要让它活。比如说你们喷酒精，
你们上次微音有没有买？干洗手乳有没有买？啊，这么不捧场哦，连我都有去买的。好，那里面是装什么？干洗手乳里面就装70%的酒精，另外加一点香料，让你觉得有点香香的这样子。disinfection 就是控制哈。好，第三种，各位同学注意看右边哈，化学反应中有一些是 anti-stasis 哈，这一种叫做抗菌。好，这一种比较偏应用哈，比如说老师上次有提过，我们把这个厕所每天都要洗，好麻烦。那我们是不是有一种机会开发一种材料，抗菌材料，可以让男生的小便斗1年都不用洗？有没有可能？有，哦，真的有。日本的有些厂商就做到，可以省水哦。好，第二个呢，它里面加了很多抗菌材料，可以抑制一些排泄物里面的微生物的生长或是影响，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叫做抗菌。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一种抗菌袜子啊？抗菌材料，对不对？这一种呢，就是可以让微生物的数量受到一些控制。好，这样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第11章最主要就是要把这个表格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研究一遍。那这一章的痛苦的地方就是要背很多东西，但是总比你们普维山背菌名好。好，菌的名称很多啊，那是普维山的部分，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提早下课。有没有问题？记得要交订正啊、笔记啊。好，下课。